刚才这個轉到節目嘅現場，今日新聞還有單元，等下繼續來關注嘅係啦，普丁連任俄羅斯總統了後，對佢嘅世界時區帶來哪條嘅影響咯？韓國俄羅斯關係又有哪條嘅條件同機會咯？今日請到嘅係電視台後嘅民族紅內邱秀賢教授為大家來做解釋。老師你好，主持人好。老師，這次我們看到普丁他是毫無意外啦，拿到大概87%到88%左右的選票勝選。然後我們可以開一個觀察點，就是說這次投票率其實也蠻高的，有70%多，77%，其實蠻高的。就連台灣民主國家都沒那麼高了。對，那就是各方也預期說，就是未來如果他順利做完這6年，他將是繼史達林之後在位最長的，可能是在彼得大帝之後在位最長的這個俄國的領導人。老師，你怎麼看？就是為什麼就是儘管這個外界有戰爭，國際有制裁，然後俄羅斯國內也有一些反對的聲浪，為什麼就是俄羅斯人願意再給普丁這6年的機會？首先我要想說一件事情，就是那個俄國歷史上在位最久的沙皇，事實上是凱撒林2世。34年，是，所以普丁那做完就30年了，也不超越不了凱撒林2世啦。俄國有句俗話哦，就是如果你騎的馬好好的，半路就不要換，那半路要換的，半路會換下來的一定是驢子，所以普丁做得好好的啊，對不對？所以也就沒有必要，就是半途把它換下來。換下來的到底能不能比他做得更好，能不能夠維持現在的一個局面，那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那個在這種投票過程中，覺得老百姓有自己的一種選擇啦。我看過一個訪問，訪問就是有個人投票出來，就是記者問他投誰，他投普丁，他說為什麼來投他？他說普丁做得好啊，哦，他說後面一句，他做得這麼好，就算做100年也可以。哇，是，所以這每個國家的國情跟那個民意的，事實上它的那個整個深層的文化底蘊是不一樣的。哦，就是我們在看這種事情的話，也許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所以說我們還是不能用這個我們傳統在我們對民主理解來理解俄羅斯的選民的投票的想法。對，因為每個國家有自己的文化傳統跟歷史底蘊和它的一個價值觀。哦，比如說台灣人有台灣的價值觀，那跟日本人、跟韓國人、跟美國人是不同的。也就因此，我們台灣有自己這樣子一套政治文化的一種運作模式。所以這種運作模式，你就不能說我們台灣這樣子不好，那樣才好。所以我覺得，以這種標準來看的話，那俄國有他自己方式的話，那可能就他們自己的選擇啦。可是他這樣子連任又連任又連任，然後修法再讓自己連任，我可以說他是民選的獨裁者嗎？如果民選的獨裁者的話，那可能每個民選上的，如果中間沒有把他拉下來的話，那可能就是一直都獨裁了。我覺得這個就是還是要看各個國家他自己的一個選擇啦。是。老師，那我想問一下，說就是儘管這次普丁拿到這個很高的得票率再過連任，但其實外界對他也是有一些分析啦。你會覺得他這未來的這6年任期會是一帆風順嗎？國內這麼支持？問題很多，也就是因為問題很多，所以換另外一個人風險很難評估。那倒不如由普丁繼續來做的話，他還知道他是會怎麼做。我舉個例子好了，他包括幾個問題。第一個就是他今年71歲，他6年之後77，那再怎麼樣是個高齡長者，對不對？然後一個國家的這樣一個國家，世界最大的核武國家的這樣的領導者，那在他以後的如何運作，就是一個牽涉到全世界的一個問題。那他77歲的年紀，他到底有沒有誰可以承接他後面的那些的那個事情跟做法的話，那就是一個大問題。那很可惜的，目前為止還看不出來。所以說，他這個6年做完之後，還有可能再繼續6年。那個這倒不一定，因為再怎麼樣哦，那個人的精神跟體力是有它的極限的。雖然說不要說現在看起來就是很強壯，然後就是那個
精神很好，但是这种事情真的非常难说啊，真的非常难说。而除了这个普丁个人的问题，包括他接班人的问题，其实各界也都蛮关心的，现在都还看不到有明显的接班迹象，这是他的对内的领导最大的问题。那他其实也面临了很多国内外的挑战嘛，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内因为受到制裁，有些通膨啦，然后劳工短缺啦，然后还有他也要处理怎么样子把外界的经济制裁的这个损失，把它再找另外的出路嘛。虽然说他现在我相信他也现在已经有在做，也在找了。而是你觉得他的内外的挑战可能会是什么？当然，刚刚谈到那个通膨，老实说，像通膨跟劳动力短缺，老实说，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比如说，今年俄国的那个通货膨胀率预估是7.6%，7.6%我们听起来好像吓死了。对啊，但是台湾只有2点多，就已经很受不了了。俄国不是啦，7.6那小意思啦。是那个以前有那3位数的通膨那个100%、200%的那个大家也都过来，所以那个不是太大问题。劳动力短缺这个问题俄国现在缺的是高阶的 IT 人才，这个部分是因为前几年事实上全世界都一样，过于依赖美国跟西方市场，所以这部分它现在是缺，但是它已经有计划要把它追上来。那底层劳动力的话，老实说不是很缺，为什么？因为俄国有从中亚去的外籍劳工那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原则上就可以补贴了。那再不济的话，俄国有一半是女生，所以女生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劳动力。俄国女生在很多关键的时候担负起了非常重要的责任跟角色，所以这个部分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当然最大的还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经济，特别是经济转型，因为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过于依赖国防工业跟那个能源输出作为它国家整体的那个经济支柱，这个对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致命伤。也就因此，那个从俄乌事情以来，就是那个西方的整个制裁的压力一直都在，全都在集中在能源这2块，对，所以他应该知道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是要转型的过程，它需要时间，它需要时间，需要钱，需要人，那可是，但是这6年任期能不能够做完那个？做到这些还是很难说，所以最大变数还是他能不能做完这6年。对啊，老师这样子就是看起来就是说，老师你刚刚对俄罗斯经济的是暂时的挑战来看的话，暂时是不乐观的感觉我觉得还好，因为现在就是在能源跟财政方面基本上还可以那虽然说受到制裁了，但是他现在发行的货币原则上，如果有国债的话，也都是内债自己的债，而不是外债，因为它原则上没有什么外债。那它部署的部分，包括就是民生工业、轻工业部分，实际上它有很大的一个中国的供应商在那个地方。是，只要中国在这件事情上面不加入西方阵营，就是进行所谓的经济制裁的话，原则上对它的伤害基本上不是很大。另外就是那个俄国事实上有一个看不见的盟友啦。对，就是印度，印度事实上帮了他非常多的忙，特别是在能源的输出上面帮了很多忙。那这个确保了他在财政方面有一定的收入，所以中印2个国家，一个在明面，一个在暗面，原则上已经给他一个很大的支持了。所以金砖4国这样的平台，让我想到金砖4国这样的平台对于俄罗斯来讲是很重要的经济包括各种方面的命脉。对，所以这几年就一直想要把金砖的那个规模这样扩充，而且有不少国家事实上也想进入，因为金砖国家的整个那个经济规模，还有它人口和 GDP 所占的比例，事实上已经越来越高，已经跟欧洲已经有那可以抗衡了，所以它未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集团，特别是说，今年我们知道它是金砖的主席国，所以说它更有这样的领导力，会不会创造出一个就是非西方的领导者的姿态？其实那个金砖里面最重要影响事实上还是中国啦，还是中国啦，因为无论就经济规模的体量来说，还是中国是比较大的。那主持人也知道，金砖基本那个5个国家，那2个大轮子是中2，然后那个印度、巴西算是2个比较小的一点轮子，那南非基本上它的问题很大，但是再怎么样，那中2两国
国家在金砖里面，主要还是中国了。是，老师，那这样接下来我们来看普丁另外挑战就是现在在乌俄战事上面，其实也算是可以说算是深陷战场，俄罗斯深陷战场吗？然后大家也蛮担心说他会在第2次动员，就是在对这个乌克兰战场加派兵力。然后甚至是借此来挑战，就是欧洲防卫乌克兰的决心。老师，那怎么看这件事情呢？第2次动员那个可能性不是很高，因为第1次动员已经动员了30万了，然后这30万人事实上从2022年9月到现在一直没有解除动员，所以那个再动员的话，那个对社会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不动员的话，兵员怎么办？那就是用志愿兵的方式，就是我们称为叫合同兵。合同兵的话，去年1年大概就是50万人。那今年的话，1月到2月的话，也接近了8万人，所以大概有58万。然后连以前加起来的话，它目前可用兵力大概接近100万。所以，除非跟北约有正面的军事冲突，比如说像芬兰加入出去之后或怎么样的，不然的话，目前。单以乌克兰方面的话，这100万人事实上是够用的。再加上，俄国的话，每年春季跟秋季会有2次的征兵，就是义务兵必须要去当兵。那当兵的役期是1年到2年，所以整体来说，目前为止就是没有第2次军事动员的必要，除非还是那句话，就是跟北约出现正面的军事冲突。是，老师，这你觉得？他现在普丁连任之后，他在这个俄罗斯的在跟乌克兰战争上面，他只有获胜的选项吗？你觉得？只有，没有第2条。是，没有第2条。这已经不是普丁个人的想法问题，而是整个俄国的共同的认知问题。为什么？因为对大部分的俄国人来说，今天真正作战的对象不是乌克兰人，而是美国和美国领导的北约。那所以新闻媒体会强调，就说有比如说波兰的雇佣兵、罗马尼亚雇佣兵、美国、加拿大巴拉巴拉诸此类的，然后什么爱国者飞弹，然后海马斯什么巴拉巴拉一些的，也就是说，现在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很多人愿意去当兵，是因为认知上打的不是乌克兰，而是打的是跟北约，等于是另类的东西方的对抗。对，这个是心理上已经准备好的，所以才会，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投票率会那么高，然后它的那个得票率能够到87%多，的原因是在这里。老师，那你认为说大家有可能会想要结束这场战事吗？尤其是和谈这个选项？和谈当然是要和谈，战事一定要结束，因为不可能战争一直打下去。那目前因为从一个角度上来看，目前俄国的经济情况好，比如说增长3.6、2.5，那很大原因是因为暂时的那个军火工业的那个启动拉上来的，这很大的一个原因。但是那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一定要停，然后一定要和谈，但是一定要达到就是战争的目的。因为战争是为了政治所遂行的一种手段，所以没有达到那个政治目的的话，那个军事手段是没办法。那相对来讲他的连任对于这个西方国家压力又更大了。所以就很不高兴啊。所以你看他投票的时候还号召什么中午去投票，大家投什么反对票，事实上就是这个原因啦。就俄国跟西方中间真正的症结问题，就是因为普丁。是。因为普京现在不是一个亲西方的，那对西方来说就是一个威胁，所以两边中间卡着一个普京，那你说要怎么办？所以说暂时来讲，这个世界局势还是不会这么的平定。不会，还有很多好戏可以看。是，好，谢谢老师。那谢谢。